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和大家聊聊。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摩根大通撰写的报告。这份报告呢，可以说是在市场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花大钱买了一个名牌包，结果发现它在市场上突然只能打折随便卖，那种所谓的欧洲豪华车溢价信仰瞬间破灭的感觉，真的是蛮可怕的。没错，而正是宝马，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BMW， 现在在中国这个最大市场面临的血淋淋的现实。这份报告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揭露了他们获利预测的那个高空自由落体。对，我们先来看一组很残酷的数字。这份报告指出，宝马将今年汽车业务的利润率预测从原先的4%至6%，直接被砍到只剩下1%至3%。哇，只剩1%至3%，这数字跌得太夸张了吧？真的蛮夸张的。而且更惊人的是，代表企业生存命脉的自由现金流指引，从大于45亿欧元直接腰斩到大于25亿欧元。等一下，等于整整20亿欧元的真金白银就这样蒸发了吗？我记得最近有看到一些关于零件召回的新闻，这难道不能把它看作是短期的摩擦吗？就是过阵子就恢复了那种。摩根大通在这份报道里直接排除了这个乐观的假设。他们指出，在那消失的利润率当中，其实只有25%是因为一次性的供应商召回干扰。那剩下的75%呢？总不可能凭空消失吧？剩下的75%的重力完全来自中国市场竞争的非线性恶化，说白了就是雪崩式的崩跌。所以这等于是宣告中国本土新能源车大厂的极致成本已经彻底挤出欧系品牌的紧凑型市场了吗？没错，过去宝马很大一部分的利润是靠在中国卖这些车款，现在面对中国品牌，这些车根本卖不动，逼迫宝马为了清库存只能大降价。结果这样反而反向吞噬掉中高阶车型好不容易赚来的利润，这完全是个无底洞啊！但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如果大环境的价格战这么血腥，那其他德国大厂不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吗？难道只要宝马受伤？这里就是这份报告最犀利的地方了。摩根大通揭露，其实像大众、福斯在本土化转型上领先了宝马整整3年。领先3年，在现在这个科技迭代这么快的时代，3年根本是史前时代跟现代的差距了耶。他们具体是怎么拉开这个差距的？福斯其实早就透过跟小鹏汽车这些企业结盟，直接建立低成本的中国本土研发与供应链，这让他们在应对价格战的时候防御弹性大增。就是直接把研发交给懂得打价格战的当地人做。那宝马呢？反观宝马，至今还是高度依赖高成本的欧洲总部，也就是那个新世代平台。听起来这个架构在面对中国市场极致的成本战时，完全无法快速反应，对吧？对啊，防御弹性显著落后了。这就像是对手早就用最新的在地化系统整合了，结果你还在坚持从欧洲拉一套昂贵的底层架构过来，难怪会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那面对这3年的落后，这份报告对投资人有给出什么具体的资产配置建议吗？报告给出的策略非常无情，建议立即暂停宝马的股东回报，这包含了所有的股利与股份回购。哇，这等于是把原本要发给投资人的钱全部扣下来。是的，宝马必须把资金全数投入到供应商结构改革里。同时，这份报告点出2大下行风险：第一，欧洲的高通膨与强硬的工会会严重阻碍修剪成本的速度，也就是如果欧洲产线优化不了，高昂的成本就会继续拖垮利润。那第2个风险呢？第2个风险则是地缘政治摩擦，这可能会导致高端半导体与电池材料面临断供的危机。内部成本降不下来，外部又有断链风险，真的是腹背受敌。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具体应该关注什么指标？建议大家接下来要密切关注宝马财报中的中国本土采购比例与降本协率，同时也要盯紧福斯与小鹏联盟在2026年下半年的实质排产与毛利率变动。这确实是检验传统车厂能不能走出泥潭的关键。在未来这个软体定义汽车的时代，豪华的标签难道还能单靠传统硬体来支撑吗？
当溢价的信仰消失，这是留给我们所有人思考的关键。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